同学们，今天咱们学习蹬一根子接斩手。好，接上式旋风脚，螺旋相合，盖步下沉，外蓬，起身，拨掌拍脚击响，转正，螺旋放松下沉。好，注意看，我们上式在接合手的时候呢，上一节课当中跟老师们只是讲了一个简单的下合，在换变式子的过程里，注意看，两手在下合的时候拍完左脚，它是随着左腿的前扫放松里合形成的双顺缠下沉合手，随后再向上里变双逆缠，顺势松右胯开左步。好，当走后弧，重心左移，再变双顺缠收右脚，两手双逆缠放松下沉，领腕提膝，熊腰折叠。好，蹬腿接斩手。这是正面动作，来背面看一下，放松下合。好，双逆缠，外蓬开步，双顺缠收右脚，虚步点地，再变双逆缠放松下沉，领腕踢。好，蹬根，斩手，正脚，开步。一根接斩手的动作细节，首先第一，我们打完旋风脚之后，有很多同学可能说旋风脚落地站不稳啊，那么咱们衔接一下。当我们打完旋风脚之后，身体朝后放松下沉，这个时候呢，我们转动的右脚脚尖以脚尖为轴来进行身法的右转，让左脚落地。在这里呢，有很多种不同的练法，比如说咱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说，左脚可以放在身体前方，随身体的下沉变双逆缠开左步，然后再双顺缠收右步，这是一种方法。或者是说摆完脚以后，直接将左脚定在右脚的足弓内侧，再变双逆缠蓬收右脚，都是可以的。因为转式的时候，我们左脚在前在内，它的区别在于哪？就是我们脚的速度的快慢。如果说我们打这个旋风脚，啪一起，脚的速度很快，可能你在这个脚尖点在足弓的位置以后会站不稳，会往前趴，所以可能就会出现打完以后顺缠下合，左脚脚尖虚步点地往前稳一下身法。所以不同的练法它有不同的细节的一个过渡一定要明白上式和下式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式。这是第一个。第二，当我们转过来之后，双顺缠放松下沉相合，不管点前面点内侧都是可以的。在身体要出现一个小螺旋，不能直接向左平开，而是松右胯的时候，身法微向右转，螺旋放松下沉随着身法的螺旋放松，逆缠开步打开，然后再变当走后弧，顺缠螺旋相合。整个身法的变化都是在螺旋当中产生变化，不能平开步不能平开步，这是一个点。那下一个，我们如果身法螺旋到位之后，收右腿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带一个小螺旋收进来。这儿其实很简单，注意看下式，双逆缠按掌都要有胸腰折叠。新架里面或者是老架里面，不管是咱们右蹬一根或者是左蹬一根，在运化身法的时候，它的运化方式都是通过身体的螺旋放松下沉折叠放松下沉，通过让小肚的前后螺旋来带动身体的放松下合。但是在老架里面咱们不要考虑太多，因为基础当中的学习尽量还是以当胯去考虑。当胯往后一沉，沉的时候小肚向内卷，收着咱的腿往里提收相合，提收的同时既有当胯的合劲儿，又小肚向里内收的螺旋劲儿，把这两个力放到一块儿，才能顺利的把右腿提起来，并且站得很稳这样才能蓄好力。那这个时候同学们，我们左蹬一根，当时讲的是几个要求。第一，蹬根子的时候需要保证左腿
在蹬右腿的过程当中，左胯产生内合螺旋，相应的配合右脚。右腿在蹬一根子的时候，也要产生逆缠的螺旋蹬腿。所以在蹬出去的一瞬间，整个身法一定是会产生一个向左转，两手的力通过我们的团身向上外蓬绷拳，两腿的力通过螺旋下沉的相合，形成了腿上有螺旋，身上有折叠的绷弹，并且带有微向左转的螺旋，把力做成一个整劲儿。这是咱们当时讲左蹬一根强调的几个点啊，包括脚尖的方向都跟大家强调了。那在右蹬一根里面，其实最难的地方不在于它蹬出来的腿能不能像左腿一样发出来劲儿。有很多同学出现这个问题了，说老师我右腿蹬出来没有左腿蹬劲儿发的好，或者左腿没有右腿发的好。这完全是个人习惯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练拳的时候呢，很少有老师把这个蹬根子作为单式啊。如果我们能够每天右蹬一下，走这边左蹬一下，把这种动作作为单式每天一边踢个50个吧就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配合都形成结构了，所以就不会出现蹬完右腿蹬左腿不舒服这种问题所以需要我们在课下进行大量的一个单式学习，单式变化，这是一。然后其次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大家如何蹬完根子之后接斩手动作，对不对？首先第一点，这个蹬根子接斩手有2种斩法，一是蹬完右蹬一根以后，它放松下沉，右脚脚尖虚部点地，随后右手顺缠下合，合于身前中线，领力圆向上摆掌，左手顺势随身体的右转，领手腕提向下斩右手，随后身体再随着右膝的上提带动裆胯右转身这样的一种方法去斩手，非常稳非常这个平稳的一个发力，对不对？但是还有一种呢是什么？通过我们大腿的肌肉回弹非常干脆非常凌厉的一个身法转换，通过蹬完右腿以后，感受大腿的这种肌肉和筋膜的回收，推着咱的胯往回去来的同时顺势接转身，便斩手发力。这2种发力呢其实都对，但是呢需要让老师明白，因为咱们的课堂上有很多老师不管是基础好还是基础差，你都要明白就是老架一路最后的斩手的目标一定是接回弹一定是接回弹，蹬完之后接回弹进行斩手，这是符合太极拳的劲力运化的一种方法。如果我们还总是蹬完以后放松下落，在你身法螺旋的时候，同学们你想一下，斩手的这个动作正面看它有2种的一个运化方法。第一，直接提右膝，右手一领，上下相合斩手发力。第二，螺旋上下相合去发力。那么从拳论当中来讲，斩手的这个动作肯定不只是有上下折叠的螺旋相合。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我们蹬完右腿放松下沉，然后一转身斩手，这是不是只有上下的折叠？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力，一是从领手是从裆胯下沉出来的，二是斩手也是从裆胯下沉出来的，所以2手在上撩下斩的过程里面就是一个上下的劲儿，没有左右的螺旋加持。那我们再看回弹，蹬完以后是不是裆胯回弹推着你去往右转，1、2，就会有一个往右螺旋的趋势和倾向。所以我们回顾一下动作，既有螺旋又有上下折叠，肯定是通过肌肉回弹的方法来产生运动的。那么这就会出现，老师，那你看你示范的时候你会站不稳，大家也发现对吧？这就是一个细节纠错点。通过我示范错误动作，看哈，蹬完右腿，我为啥会站不稳就把右脚落下来了？目的就在于我们既有螺旋又有下沉，我蹬完以后我直接向这儿转身，我身法能站稳不能？不好站稳，也不是不能。但如果我蹬完右腿回弹的时候往下沉，
你不光能站稳，还能定势。所以想要发好肌肉回弹的右蹬一根，再加上螺旋相合的斩首，就得有2个力。第一，蹬出来之后，当胯接受肌肉的回弹，这个力可以去用单式去练。怎么练？扶着个根杆子，扶着根杆子，蹬转，蹬转，以左脚的脚后跟为轴，通过蹬腿的时候去感受腿部的放松和腿部放松出去、蹬出去那一瞬间回来的那个感觉，让筋膜去运动，不要让你的大腿的肌肉刻意的去我再收回来，身子就会慢。同样，筋膜在回弹的时候，一是产生了个推动力，二，我们的丹田还要进行相互配合的向右螺旋向右螺旋，一定要把意识再往肚子上加一下，不然你光靠腿的弹抖转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左脚很难带起来，所以小肚也要转，产生上下相随、周身相合的一个劲道意识。这是接斩首的时候的一个变化。最后斩首的位置，左手左侧面颊外侧，右手右侧胯边，都以我们的身法稍微向外膨一点的这种斩首的动作去走，不要一打就夹到一块看似很松，但是实际上劲儿都泄了，有一个膨的砍掌，膨的上撩去找这种感觉。斩首也可以通过单式，没事的就在大街上你不要觉得这种很好笑，但实际上练太极拳的人，我可以跟大家在课堂上开个小玩笑嘛。那我们在等地铁的时候，我们自己都站到这就练发力，管他别人看我们是什么样子。我在练功，我只是想把这些东西带到我生活里面，让太极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慢慢你就会发现，太极拳它不是一种拳术，而是一种身法的状态。有了身体的无限开发，那么我们在最后才能达到养生健身强身的目的这是右蹬一根接斩首。